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4日晚间18点35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走势啊。道琼斯工业指数这波行情出现了一个连续的震荡啊，已经震荡4个交易日了啊。这波行情完全符合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对道琼斯工业指数是这样看的。周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啊，道指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啊，从这里开始，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发生了日线级别的反弹，周线级别下跌，日线级别反弹，切换时间周期方向变化啊，日线级别反弹之后，发生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开始震荡。啊，这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的预期是啊，周线下跌和日线反弹之后，它会有震荡，因为行情不只是光有涨跌，它在这个一定时间上，它会出现一定的震荡。通常这些震荡发生在周期切换之后啊，发生这样的震荡。那道指的震荡对道琼斯工业指数啊，道指的震荡对比特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是非常大的。具体影响在哪里呢？我认为啊，这波比特币啊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下跌。比特币出现周线级别下跌之后，我们一直预期它有4小时级别反弹。同时呢，在这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从这个位置开始，低点26591这个周线级别下跌出现，低点出现一个新低之后，行情开始酝酿4小时级别反弹，酝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悟空阳线组和8节阳线，然后围绕这个两个悟空阳线组和8节阳线开始发生震荡，震荡之后形成了一个收敛结构。前面这个收敛结构呢，我们是这样看的，前面的这个收敛结构是这么连过来的，重新连一下，连仔细一些，是这样来的，接近焦点的位置。接近焦点，越接近焦点发生跌破，跌破之后由于焦点的吸引力作用发生上行，最终呢在这个位置上酝酿出了什么呢？酝酿出了4小时级别的上涨。4小时级别上涨完成之后随着美股行情的回踩美股我们看美股是周线级别下跌之后，日线级别反弹，然后开始回踩回踩震荡。这个过程当中呢，比特币快速下行我们看到了比特币相对于美股来说，反弹的时间级别是4小时级别但美股它是日线级别，也就是说美股的反弹力度是强于比特币一个时间周期的强于比特币一个时间级别同时呢，比特币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出现了所谓美股的回落，这个回落时间级别同样是4小时级别，也就是说比特币在行情当中出现了4小时级别上涨和4小时级别下跌时间级别对等，方向不同，方向相反，这种等时间级别的涨跌我们看这个位置是等时间级别的涨跌，是对多空两个方向最大的绞杀。绞杀之后呢，行情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在这里新的变化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波峰连线出现了一个缓和，波峰连线出现缓和之后新的收敛三角在这个位置上酝酿出来新的收敛三角酝酿出来之后呢，行情就有另一个机会焦点位置后移之后随着它的震荡，只要它能在这个区间上进行震荡，就有机会再度发生反弹。这个反弹呢，我认为是如果美股能坚持在33000点这个区间发生横盘，这样条件下，比特币容易发生反弹因为美股发生的是日线级别的反弹但比特币仅发生了一波4小时级别的反弹，时间级别远远弱于美股的情况下，它就还有机会。同时呢，目前比特币在4小时级别上正在形成新的收敛，这个新的收敛呢，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新的收敛是一个非常窄角度的收敛，窄的角度呢，意味着它要运行的时间更长，运行时间更长的话，它的反弹力度可能会更高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有一句话是什么呢？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对不对？是这个意思
这里的多头行情的机会是在这里，就是本轮行情低点出现之后啊，它做的是4小时级别的震荡啊，震荡之后发生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个反弹发生之后啊，底部啊这个位置呢再继续发生震荡之后啊，再发生震荡之后就有机会啊在这个位置上发生突破，发动突破，非常大的概率发生突破，因为美股目前没有跌下来，如果美股跌破了这个位置啊，重新回到下跌趋势，那剧情是另一回事了啊，剧情就是另一个回事了，剧情就会继续向下跌方向走，所以呢，多头在这里还是可以耐心的稍微等待一下，但是空头怎么布局呢？这轮行情我们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位，33000点啊，4小时级别反弹的过程当中，打到高点的位置是在32503啊，非常接近32500啊，差500美金就到我提到了这个关键的压力位啊，这个我在前面很多堂课上说了，33000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一定要记住33000点是我们空头可以布局的位置，同时呢，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在本轮行情当中，在整个一年比特币的运行行情当中啊，比特币的运行当中，这个压力位无时无刻的存在在这里啊。这轮行情呢，我们看啊，日线级别从去年1月份波谷连线连接过来，这个位置就是33000点，4次打到这个位置啊，4个周期打到这个位置之后发生跌破啊，完全符合了江恩的4次波谷，江恩的法则啊，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容易发生跌破啊，它在这个位置上发生跌破，跌破之后啊，跌破33000点之后，33000就构成了行情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压力位啊，这个压力位呢会非常重要，在这轮行情当中非常重要。空头方向啊，我们认为这轮行情如果类似于18年的行情的话啊，将要跌到70%，跌幅将要达到70%。上轮行情从接近2万点啊，跌到6000多点啊，这一大波就是70%。那么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啊，现在的跌幅还远远没有到达70%啊，最大的跌幅是61%。你别看只有10%啊，但是呢，我们要耐心去等待啊，等待它这个行情走出一个中期的底部啊，中期底部是在哪儿呢？是在2万美金啊。这轮行情到7月份之前，我们应该能看到这个2万美金，同时呢，在2万美金附近啊，2万到3万发生连续震荡之后啊，在年底的行情当中可能会看到更低一些的价格啊。这轮行情呢，最低点我认为是在14000啊，14000啊，因为上轮行情比特币跌了85%嘛，这轮行情如果跌到80%的话，价格是在14000，所以呢，抄底的朋友啊，可以考虑在14000以下去抄底啊。那目前当前时间段啊，比特币在周线级别上处在一个下跌趋势，仅仅发生了4小时级别反弹，反弹力度还不够的情况下啊，空头方向更应该耐心等待啊，更好的点位，这个更好的点位，我认为是在33000附近或者以上。那如果发生日线反弹的话啊，日线反弹它可能会打到35000、36000这个区间啊，可能会往上突出一下啊，诱骗一下多头进场之后发生下杀啊，主力总是在玩弄我们，但是我们只要清楚 K 线修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个理论之后啊，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趋势。掌握趋势之后，你还要找位置，位置怎么找呢？也同样是啊，根据稀有法则啊，周线级别下跌之后，有可能发生的是什么呢？像这轮行情我们就把握住了，把握住在哪儿呢？它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我们就可以做空了。啊，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我们可以做小时线的空头，对吧？所以在这个高位啊，在4小时级别反弹完成之后啊，我们在32500这个位置上，我们已经开始做空了啊，并且啊，这个短线的仓位啊，已经正在获利。那我们再布局的话，再进场空单的话，怎么进场呢？第一个位置33000美金，或者是33500美金，精确的说是33500。这个位置呢是日线级别，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那第二个位置呢，如果发生日线级别反弹
比特币出现了跟随美股时间级别同步的现象啊，因为美股我们看到了是日线级别反弹啊，但比特币仅仅出现了4小时级别。比特币如果出现日线级别反弹，到达35000到33000区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布空的布局空单的位置啊，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也是这轮行情把握比特币在这个趋势上和位置上一个重要的地方。回到以太坊以太坊目前来说，相对于比特币来说走的非常弱势。弱势在哪儿呢？你看以太坊目前走的是一个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反弹到焦点位因为我们提到了焦点位是一个吸引力的作用，焦点位构成吸引力作用，反弹之后到达焦点位，然后发生下跌。虽然这里的涨跌都是4小时级别的，4小时级别上涨，4小时级别下跌，同比特币类似，但比特币的结构目前来看，它是一个窄收敛结构是这个三角形结构当中它窄幅震荡运行。但以太坊我们看以太坊这里跌破这个位置之后，虽然有机会能够发生反弹，但目前没有在窄收敛结构当中运行，也就是说以太坊目前没有在三角形当中运行，它已经跌破这个三角形了。所以呢，目前来说前低这个前面它已经做出了一个左高右低这个形态，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之前说了是诱空是诱空头进场之后窄杀绞杀前面这个行情已经说完了，所以说这个位置一定要参考这个1964 1694这个位置，参考这个位置，这里呢不能再次发生跌破，再次发生跌破，以太坊这个趋势就完全被破坏了完全被破坏了。当前形成的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就完全被破坏了趋势继续下行了。但行情如果没有继续往下走的话这个位置呢还容易出现反弹。为什么呢容易出现反弹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比特币目前价格非常稳定，它走了一个三角形结构，跌破之后反弹上来，又跌破之后重新又酝酿重新又回到了一个三角形结构当中，并且它是一个非常窄的收敛，有上行的预期。在这种预期下，以太坊是不容易跌破的以太坊是不容易跌破这个低点的所以呢，对于以太坊来说，这波行情只要美股稳定，只要比特币稳定的话，它就还有机会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这个交易段。目前来看它在一个熊市的运行区间熊市的运行区间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已经到达焦点位这个位置上了这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价格听我的东西一定要看图，注意看它这个位置目前在周线级别上已经走到8阶位了很快就要酝酿出杀升所以目前来看，以太坊对比特币来说是弱势的所以呢，因为它弱势，所以要做空它那怎么样做空呢？第一点呢，第一个方法呢是，如果出现新低，以太坊的价格如果出现新低之后，前低位置1733嘛，1733再往上一点1730可以做止损，顺应行情做空，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以太坊如果真正发生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出现了之后再寻找做空的位置。这里的做空位置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结构上的位置也就是说4小时级别收敛三角形，这里形成了一个压力，在$2000附近构成一个压力位这是一个位置。如果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可能到达这里，这是第一点可以做空的位置，反弹过程当中做空的位置那刚才说的是追空现在说的是反弹过程当中可以做空的位置这是两个方法一个是追，一个是博反弹之后的空头趋势因为大趋势已经是下行嘛，以太坊并且弱于比特币那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找到$2000是一个压力位。那第二个压力位呢是红线这里是日线级别上，从高点4877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2200这是一个日线反弹。如果以太坊发生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压力位，那这里就有了你的布局空单的点位，大概位置是在
到2200啊这个区间，可以逐渐的去布局空单啊。在以太坊弱势的情况下啊，我们记住啊，有2个方式可以布局。第一个方式呢，出现新低之后布局；第二个方式呢，是反弹过程当中找到合理的布局空单的位置啊。2个方法啊各有优缺点啊，但是呢要跟着行情来，行情怎么走我们就怎么去做啊，行情怎么走我们就怎么去做，不要幻想什么呢？不要幻想你可能找到更好的点位啊，不要幻想这个，因为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没有更好的点位啊，那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啊，你不可能掌握啊非常精确的啊，精确到各这个位置上的啊，个十百千啊，个十百千嘛，你不可能精确到很精确的位置，但是呢，你可以把握很好的趋势，在趋势出来之后，你找到合理的可以进场的位置，用最小的止损换取最大的利润啊，以小博大啊，是这个行情当中赚钱的最好的策略，而不是去扛单，而不是去反市场的运行去进场搏杀啊，那种做法呀会亏很多，赚很少，同时呢你的心态会很不稳定啊，赚钱了呢不容易赚多少，亏钱呢会亏很多啊，所以呢我认为这个行情啊，你不要多空多做，选一个可能发生最大利润的，把利润最大化的方向啊去搞进去。然后我们看一些山寨啊，逐一看一下啊，因为我今天出游了，也没有回来看，我们就现场看一下啊。我还是认为这个 Waves 啊，目前比较强势，强势在哪儿呢？它的结构上是非常稳定的，形成了一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三角之后，一直在稳定运行。同时呢，我们看啊，4小时这里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啊，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之后，在这里发生小日线的震荡。同时呢，这一轮行情对于 Waves 来说啊是非常大的错杀啊。这轮行情呢，它出现了什么呢？第一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啊，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啊，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插针了，实际上它是发生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啊，发生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我们找到这个位置啊，日线级别反弹大概是这个位置，发生日线啊这个位置，日线级别反弹之后啊，它有可能酝酿啊一整轮的日线级别反弹啊，发生了一个悟空阳线之后，有可能酝酿一个日线级别反弹，但没有走出来。为什么没有走出来呢？因为比特币一直在下行啊，错杀之后，它发生了2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啊，发生了2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啊，跌幅非常大。但是目前来看啊，它发生的反弹时间级别仅仅是4小时级别的啊。我们看很多山寨币出现了日线级别反弹，像 JAL 啊、GMT 啊都出现了几乎是日线级别反弹，但它这里面仅仅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反弹的力度同步了比特币。同步比特币之后，它就有在比特币继续震荡的情况下，比特币略显强势的情况下，比特币第2轮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的情况下，它出现什么呢？它把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油升级到日线级别的反弹吸油，目前来看仍然处在一个8阶的位置啊。这根阳线呢是悟空阳线，这组阳线呢是8阶阳线，如果再往上反弹呢？目标可能到15到20，啊，目前来看啊，它是一个反弹力度非常强的币种，有这样的预期。同时呢，进场之后一定要设置止损。那我们还看到很多弱势的币种，像 FTT 今天又出现了一个新低。如果说多头的话，你可以做 Waves； 空头的话，一定要做这种越走越弱的。啊，同时呢，你做空的话也一定要设置止损的啊，目前。做这种特别弱势的啊，你在空头上能获利；做这个 Waves 强势的啊，做它的多头，因为它是强势，有这样的机会，你在多头上能获利啊。所以呢，山寨币市场它出现了分歧，你要分别对待啊，然后我们看一下 GMT 目前走势非常弱啊，我们看币安平台的。
重新回到了1美金啊，它这个是这样的啊，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啊，每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都伴随一个4.2级别反弹啊，4.2级别调整，这一块也是日线级别上涨吸收，然后4.2级别调整，这个位置呢没有发生日线级别上涨吸收啊，发生了一半，到达8000这个位置上，然后做4.2级别调整跌了下来啊，但下跌过程的同时呢，我们发现了日线级别前面波峰的连线构成了一个目前为止非常重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我们看啊，目前是在1.1美金，在这个位置，所以呢，顺着这个压力位去布局空单，如果突破了呢，设置一个好的止损啊，你根据你的杠杆倍数来啊，设置一个好的止损啊。目前来看啊，这个压力位事实上什么呢？存在啊，事实存在啊。而且它的下跌的周期，我们看一下周线啊，下跌的周期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八戒沙僧唐僧啊，已经出现了周线下跌啊，已经出现了周线下跌。然后它的反弹的力度呢，我们仅仅看到了4.2级别反弹。所以呢，在压力位的情况下啊，我们在压力位附近去布局空单啊，去布局空单。如果它涨上来之后，我们设止损啊，去跑路就好啊。行情当中赚钱的唯一要素就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能伤害自己啊。更重要的是不伤害自己啊，因为你的本金就是你自己，你不能伤害自己的本金，就是不伤害自己。严格设置止损，无论多空来说啊，都要严格设置自己的止损。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对我频道点赞评论的朋友就有机会啊得到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啊。这本书呢，在今年啊，在这个6月底啊就要正式印刷出来，可以在当当网、还有这个淘宝网、拼多多、抖音啊这些平台上去购买啊。然后呢，对我频道评论点赞的朋友啊，将有机会获得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